如果说烧脑有段位的话，这部悬疑惊悚片绝对称得上荣耀王者。相隔10几年，依然被网友称为神作。它就是10人看完9个猛的恐怖游轮，女主因欺骗死神，不幸陷入充满恐惧的无限循环。而更令人绝望的是，片尾即是片头，终点便是起点。女主翠花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相依为命。这天，翠花准备带儿子出海游玩，清理地上的颜料时，不小心把漂亮的裙子弄脏，这让焦头烂额的翠花很恼火。这时门铃又突然响起，可当她出门查看时，却没发现任何人。重新换好衣服后，翠花将一大袋物品塞进后备箱，然后带上儿子去码头和朋友会合。当她开车经过一个路口时，路边很正常的一句提示语，在这里却显得极其恐怖。镜头一转，翠花已经来到码头，精神状态和出门前判若两人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儿子却离奇失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接着往下说。这次出海游玩的一共有6人，分别是小帅和他的船员狗剩、大壮和金发妹夫妇，以及金发妹的闺蜜小美，最后就是我们的女主翠花。所有人到齐后，便开始出海航行。翠花身心疲惫，刚上船就睡了过去，梦到自己被冲到沙滩的场景，仿佛之前经历过什么。从梦中惊醒后，翠花精神了许多。一只白帆行驶在茫茫大海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海面波光粼粼，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光环。下一秒，突然风平浪静，犹如死寂一般平静的让人后背发凉。就在众人一脸惊慌时，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团乌云，伴随着闪电向他们缓缓靠近。小帅预感不妙，急忙向海岸队求救，结果对讲机里却传来女人的求救声。当小帅继续追问时，信号突然中断，随着黑云越来越近，海面上瞬间掀起惊慌骇乱。没过多久，小船被巨浪打翻，所有人全部掉进了水里。一切恢复平静后，只有小美不幸遇害。就当众人一脸绝望地等待救援时，一艘名为风神号的巨轮向他们缓缓驶来。众人看到希望后，拼命地向船上的人求救，结果对方一句话也没说，直接转身离开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刺眼的阳光，没能看清对方的脸。上船后，里面空无一人。翠花看着眼前的场景，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，仿佛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小帅以为是受惊过度，急忙上前安慰。另一边，大壮发现这是一艘1932年的游轮。艾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，由于没有遵守死神的承诺，被神责罚后，每天做着重复的事。就当众人准备离开时，走廊的尽头突然发出声响，狗剩赶紧上前查看，结果没看到任何人，只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。这让翠花感到更加惊讶，因为这正是他家的钥匙，上面还有他儿子的照片。可金发妹却认为也许她的闺蜜还活着，被船员救上来后对他们搞的恶作剧。随后所有人来到一间餐厅，这时翠花又惊讶地发现，她手表上的时间居然和船上定格的时间显示一致，而小帅的手表上已经是11点半。诡异的是，船上空无一人，餐桌上却摆满了食物。这时一个人影突然闪过，狗剩立马追了上去。小帅让他们在此等候，自己去驾驶室寻找船长。翠花总感觉自己来过这里，劝小帅赶紧离开，可他根本不听劝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突然听到237房间不断传来水流的声音。两人好奇地上前查看，发现镜子上用鲜血写着去剧院的字样。翠花感觉此处凶多吉少，再次劝他离开，可小帅却认为这只是船员搞的恶作剧，一切恐惧都来自他的胡思乱想。见小帅执迷不悟，决定返回餐厅带其他人一起离开。此时大壮夫妇无意间在走廊发现一些血迹，金发姐以为是闺蜜留下的，追寻血迹一直来到剧场，结果发现这里依然空无一人。当翠花来到餐厅后，大壮夫妇早就消失不见，就连餐桌上的食物也已经严重腐烂。这时浑身是血的狗剩返了回来，看来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。奇怪的是，当他看到翠花后，居然一把将其掐住。翠花被摁在地上拼命的挣扎，无意间在他脑后摸到一个大洞，为了活命，翠花一把将其撕裂，狗剩瞬间倒地，饮恨西北。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翠花循声来到剧院，发现小帅也领了盒饭。金发姐看到翠花后，一脸愤怒的冲上前，指责她为何要将其杀害。翠花一脸蒙圈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就在她向对方解释时，神秘人再次出现，将大壮夫妇击毙。翠花趁机逃出剧院，大步流星地跑进厨房，找到一把尖刀准备与其对抗。不料刚来到甲板上，就被神秘人从背后袭击。翠花害怕极了，不断向后退去，凭借超强求生欲成功逃离了现场。神秘人紧随其后，没想到打光所有子弹也没伤到翠花，最后用枪把翠花打到楼下。逃跑过程中，翠花得到一把暗黑战斧，立即来到甲板上与神秘人决一死战。刀气纵横，剑光如虹，决斗中两人杀得天昏地暗。没几个回合，神秘人就败下阵来，非常害怕地向后退去，并告诉翠花，杀光所有人才是回家唯一的办法。可翠花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一斧子解决了对方。
就当翠花以为一切结束时，船舱内突然响起熟悉的音乐，紧接着外面传来急促的求救声。翠花来到栏杆处，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震惊，这些人正是刚才的自己，暗示着新一轮的循环正式开启。此时的翠花成功进入第二阶段，从求救者变成了经历者。之前他们看到的身影正是第二阶段的自己。翠花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惊慌地向后退去。随后翠花在暗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决定帮他们尽快逃离。狗剩之前捡到的钥匙，正是他慌张离开时不小心掉在地上的。后来在剧院发现的身影也是此时的翠花。被发现后，翠花急忙跑出船舱。狗剩追出来后，翠花极力向他解释，表示船上还有一个自己。狗剩一脸懵逼，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翠花一激动，不小心将他推到了铁钉上，在脑后留下一个大洞。这时翠花终于明白，原来是他害死了狗剩。翠花跑到船舱后，劝自己冷静下来。无意间看到地上留下许多纸条，上面写着他们登船后杀光所有人。更恐怖的是，上面写的都是同样的话，而且笔迹都和他的一模一样。紧接着在下水道里看到许多相同的项链，上面都印着儿子的照片。翠花准备伸手去拿，不小心把自己的项链也掉了下去。随后又看到熟悉的衣服和那把丢失的猎枪。翠花终于明白，原来蒙面人就是他自己。看来之前有许多自己都经历过同样的遭遇。回想起蒙面人死前所说的话，翠花不想杀掉朋友，决定放手一搏，打破这该死的循环，带上一把猎枪直奔餐厅。此时1号翠花正好和狗剩见面，翠花立马冲上前用猎枪顶住1号翠花。这一幕让两人彻底震惊。1号翠花缓过神后惊慌地逃走了，虽然狗剩逃过一劫，但因失血过多还是晕了过去。这时剧院里再次传来枪响，翠花过去一看，发现和上次一样，小帅依然中枪身亡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当神秘人准备对大壮下手时，翠花急忙用火力压制，帮两人逃过一劫。翠花以为他改变了这个循环，把枪交给大壮，让他在原地等待，自己去餐厅接应受伤的狗剩。临走前还特意提醒二人，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管谁过来都要向他开枪。翠花离开没多久，神秘人就出现在走廊尽头，摘下头套后，又一个翠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就这样成功把大壮夫妇骗到237号房间，刚一进门就将大壮一刀封喉。金发姐身受重伤后拼命地爬出房间，这时2号翠花正好跑了过来，金发姐想都没想，撒腿就跑。来到控制室后，用无线电向外界求救，这也正是他们上船前听到的求救声。无人应答后，金发姐继续逃跑，很快翠花就追了过来。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震惊，整个甲板上全是金发姐的尸体。翠花急忙上前安慰，突然听到船下传来打斗的声音，起身一看，正好看到1号翠花制服神秘人的画面。神秘人战败后被1号翠花扔进大海，同时金发姐也彻底咽气。下一秒海上再次传来求救声，这时她终于明白，所有人死后就会进入新的循环。这个视角也正好说明了3个翠花的身份。第一阶段刚登船的翠花属于小白，正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。第二阶段就是杀死神秘人以后的翠花，从小白转变成经历者后想要拯救他们。现在的翠花了解整个循环过程后，成功进入第3阶段，从经历者升级成神秘人。他知道唯一逃离的工具就是那艘小船，遗憾的是那些人登船后小船已经飘走，所以他决定干掉所有人，开启新的循环，在下一波人上船前带他们一起离开。没明白的朋友，欢迎移步粉丝群进行深度探讨。翠花鲜血在镜子上写下去剧院的字样后，处理掉所有尸体，然后将大壮夫妇骗到剧院，最后戴上头套和猎枪扮成神秘人，准备在剧院将他们一举歼灭。然后就发生了电影开始的那段，乱枪打死大壮夫妇后，小白趁机逃走，结果不幸遭到神秘人的袭击，趁对方犹豫之际，凭借敏捷的身手成功逃脱，然后无意间得到黑暗战斧，最终两人在甲板上决一死战。神秘人翠花战败后被扔入大海，当他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被冲到了沙滩上，这也正是他在帆船上梦到的场景。翠花以为彻底摆脱了循环，急忙向家中跑去，结果发现眼前的场景居然和那天一模一样。穿着碎花裙的她正在为出门做准备，儿子感觉身后有人，结果一转身不小心把颜料打翻，翠花瞬间大发雷霆，冲上前将儿子暴打一顿。这可能就是一个单亲妈妈的痛苦，生活的琐事已经将她的耐心耗尽，最终导致她变成狂暴的恶魔。为了拯救儿子，翠花按响了门铃，然后到仓库找到一把战斧，当暴躁翠花再次返回时，直接将其干倒在地，最后和儿子紧紧抱在一起，告诉他这只是一场噩梦。和电影开始的一幕完美衔接，翠花取下项链后重新戴到自己脖子上，然后将尸体装进袋子塞进后备箱。翠花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，向儿子承诺今后一定会做个合格的母亲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海鸥突然撞到车上，翠花急忙停车，捡起地上的尸体准备扔掉，结果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海鸥的尸体。这一刻翠花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恐怖循环还在继续。回到车上，儿子看到玻璃上的血迹感到害怕，翠花安慰时不幸发生了车祸，母子俩无一幸免。镜头一转，画风突变，直接来到灵魂视角。翠花满脸悲伤地看着一切，
这时，一名出租车司机缓缓走来，告诉他男孩已经没救了，没人能阻止死神将他带走。原来现实世界中，翠花和儿子早就去世，只是他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。游轮上的许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映射，手表上定格的时间就是他们出车祸的时间，乐队演奏的音乐正是杀死神秘人播放的战歌，就连大鼓上的标志都和餐厅摆放的架子鼓一模一样。游轮上的237号房间正是他家的门牌号码，水池里的帆船玩具提前预示了他们在海上的遭遇。死神化身司机准备带他去灵魂该去的地方，翠花表示要和朋友做最后的道别，让死神把他带到码头。死神同意了，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，可翠花见到朋友后却突然反悔。为了见到儿子，他背叛了死神，结果遭到惩罚，陷入无尽的循环之中。唯一破解的办法就是接受现实，返回出租车和死神去他该去的地方。为我不可回答，为啥问与为啥，我说不了一个人的对话，我的姑娘碎花，说不了一个人的对话。